2027年，全球股市即将进入一次重大共振转折。过去40年，每一次10年级别循环，几乎都伴随全球金融风暴，从百年资本循环，逐渐进入下一轮10年级别的金融共振之中。1987年，美国股市单日暴跌22%。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短短3个月重挫超过31%。2007年，次贷风暴开始蔓延，未来人重生，带领人们翻身致富。随后在2008年引爆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你会发现一件事，每当10年级别的时间循环开始进入高共振区，全球金融市场往往就会出现一次重大的结构转折。而现在，新的时间窗口正在逐渐靠近。这一次，你准备好了吗？黑天鹅不一定是突然发生，有时候它只是大多数人还没看懂周期。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当上天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可以提前看见未来，你的人生会不会从此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你是否能提前避开金融风暴，看见下一轮机会？也许，真正改变人生的关键，从来不只是运气，而是你能否提前看懂市场循环背后的坐标。大家好，我是来自2084年的未来人。重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2006年开始出版金融预言书，并持续透过周期循环与时间结构，提前观察市场的重要转折。从2008年金融海啸到过去20年间所有股市空头循环，都带领人们避开这些市场的重要阶段，陆续留下了长期出版与公开记录。截至今天，这套研究系统已累积7本金融预言著作，作为时间验证的轨迹。因为我始终相信，市场或许充满波动，但真正的转折从来不是毫无规律。为什么避开股市的大空头会如此重要？因为真正改变人生的，很多时候不是你赚了多少，而是你是否成功避开了那一次足以重创资产的大崩盘。在市场里，即使一个人曾经非常富有，只要在关键的高位循环中没有及时看见风险，往往一次大型空头就足以让多年累积的成果快速蒸发。这种情况其实在历史上不断重演，就像近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许多人在高峰时期资产惊人，但当整体周期开始反转后，不少企业家、投资者，甚至原本的亿万资产，都在短时间内面临巨大的压力与负债。所以我始终认为，真正重要的，从来不只是如何在多头市场赚钱，而是你能不能在市场最危险的转折来临前，提前看懂风险正在靠近。因为只要能活过大空头，下一轮循环的机会终究还会再次到来。如今全球资本正在重排，台股站上第6，但真正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位置是起点还是高点？第1名，美国仍然是绝对领先者，市值接近全球1半。第2名，中国虽然被周期压抑，房地产崩盘，但体量仍在。第3名，日本在汇率与出口结构变动下重新转强，这不是偶然，这是一个产业加周期同时共振的结果。很多人会以为台股变强只是因为景气好，但如果你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这不是短期现象，而是多重周期叠加后的结果。这背后代表的是一种结构性的改变。真正的原因其实很单纯，全球资金正在重新集中，集中到哪里？半导体产业。但问题来了，真正赚钱的人现在开始变得很安静。当一个市场已经站上高位能，下一步通常不会是无限上涨，而是进入转折的准备阶段。因为市场从来不是直线，而是周期。当产业结构遇上时间周期，市场就会出现一种关键现象，那就是共振。当共振出现时，市场的波动往往会被放大。那么，什么是共振？当市场中不同的时间结构，例如短期循环、中期节奏以及长期周期，同时在某一个时间区间开始重叠，我们就称之为共振。这种情况很像多条波动在同一个时间点对齐，原本分散的力量会被集中放大。也因此，当共振出现时，市场往往不再平稳，而是进入剧烈波动的区间。这些波动有时是机会，形成所谓的白天鹅行情。例如，早在半年前，华载周期图研判2026年中为大 A 波高位转折，目前指数已来到原规划的时间区间，大盘上下波动正在变大之中。然而，有时共振出现的是风险，演变成市场难以预期的黑天鹅。但你们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危机区间在华载周期中已清楚定义在2027的下半年。
华载周期循环图的核心目的就是把这些分散的时间讯号整理出来，找出它们重叠的区间，进而判断市场可能出现转折的时间窗口。所以重点不是去猜会发生什么事，而是提前知道什么时候风险与机会会同时放大。当你开始理解这件事，你在市场中的角色就会开始改变，不再只是跟着行情走，而是开始站在时间之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屡次带领人们在大波动中避开风险，甚至反而放大资产。华载周期是一套融合4大财经巨擘智慧所建立的系统。从最早的康波周期开始，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经济学家仅凭年度数据就已经能将周期误差控制在1年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极为精准的成就。但市场在进化，工具在进化。今天，华载透过更细致的时间拆解与结构分析，已经把观察的精度进一步推进到更小的时间单位，将原本年度级的误差压缩到接近月度级的判读范围。这并不是单一次的神准预测，而是一套经过20年时间、7本金融预言书、长期验证与持续修正所建立出来的时间系统。它的核心不是猜行情，而是透过周期、结构与共振，提前看见转折。现在你正在见证一个关键时刻，全球股市正在进入先前规划的共振区间，多组时间结构开始在同一个时间轴上重叠。这代表什么？市场正在累积转折的能量。早在2025年10月第20集的影片，我就已经提前提出一个关键预判：2026年中，全球股市将进入大 A 波高位转折区。而现在你看到的走势正一步一步往这个时间点靠近。当市场进入这种高位共振区时，它通常不会是平稳的延续，而是进入一种上冲下洗、剧烈扩幅的震荡结构。表面上看起来还在创高，但内部结构已经开始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在高点还在追价，而有些人已经开始在布局转折。因为真正的差别从来不在资讯，在于你是否看懂时间正在发生什么事。这一次不是行情结束，而是结构改变的开始。关于艾略特的波浪理论，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市场具有结构性的波动，但实务上，许多人在学习时往往深陷于波浪细节的繁琐与判读标准的分歧之中。因此，在华载周期中，我做了一个关键的简化与重构，将原本繁复的波浪结构整理为大 ABC 与小 ABC 2个层级。这样的目的不是改变理论本身，而是让市场的结构从难以判读转变为可以快速辨识。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在波浪结构中加入了时间维度，也就是说，不只是看价格怎么走，还要看它在什么时间点发生。当结构与时间开始对齐时，市场的发展就不再只是事后解释，而是有机会提前辨识出当前所处的阶段位置。因此，华载周期循环图的意义在于将结构 ABC 与时间周期整合在同一个框架中，让使用者能在第一时间判断市场目前处于哪一个阶段，并对可能的后续节奏有一个方向性的理解。这并不是为了预测每一个波动，而是让你在市场中不再迷失方向。很多人学波浪最后会放弃，不是因为它没用，而是太复杂。但当你把它简化成结构，再加上时间，如同华载周期循环图，你会发现一件事：市场其实没有那么混乱。干式理论的几何角度以及7年的神秘周期，其共同点与黄金比例有相关性。华载将卢卡斯的黄金比例数列1、3、4、7、11、18、29、47等等，其中的3、4、7一直延伸至29，揭示股市黑天鹅即将发生的年份，并精算出未来黑天鹅即将发生的月份转折。例如3与4为华载周期平均每3到4年会循环一轮，7年则是2轮华载周期的循环结构，紧接着是第11年与第18年，皆有可能出现股市黑天鹅行情。华载甚至可事先提醒投资人，在2027年10月到12月间，股市将遇见崩盘。这不是制造恐慌，而是运用数据精算出来的。如果你看懂黑天鹅行情，便能轻松避开风险，并从中获得利润。这样的思维与李佛摩的交易哲学高度一致。李佛摩并不试图预测每一个细节，他真正关注的是市场何时进入关键状态。他强调市场的大行情来自于结构累积后的释放，关键不在频繁操作，在于等待时机。真正的利润往往来自少数几次重大波动，这与周期共振的概念非常接近。当时间结构、资金轮动、价格行为开始出现一致性时，市场就可能进入临界点。而黑天鹅
很多时候是在特定结构压力下被触发的结果。所以，看懂市场的人可以在关键时刻提前看见风险的轮廓。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消息时，你已经在调整部位。这就是周期与结构的价值。我将过去数百年来多位财经理论巨擘的核心智慧重新整理并融合进华载周期对位图之中。这套系统不只是单一市场的分析工具，它同时涵盖了超过300年的历史循环、时间结构以及跨市场之间的共振逻辑。而我之所以愿意将其中部分核心观念持续公开分享，是因为我始终相信，当一个人开始看懂市场背后的周期与规律，他的人生视角也会开始产生改变。你会慢慢发现，市场不再只是涨跌，而是一种循环；风险不再只是恐惧，而是可以提前观察的节奏。这不只是技术的传递，更是我成立华载周期共振有限公司真正想完成的一件事：建立一套能长期研究、长期验证并持续传承下去的市场周期系统。因为我始终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追逐每一次行情，而是学会理解市场如何运行。当你第一次真正看懂华载周期循环图，你会开始明白市场的机会从来不会消失，因为循环终将再次到来。而当你懂得观察周期，你面对市场时将不再只是追逐行情，而是更有方向地等待下一次属于自己的机会。将华载周期从一套个人经验变成一套可以被验证、被传承的系统。未来市场谈周期不一定只有过去的理论，也可能多一种新的理解方式。但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我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我不可能服务所有人，所以我只能把最核心、最关键的东西交给少数真正准备好的人。如果你对华载周期有兴趣，想深入了解，可先从赞助出书开始。这不是门槛，而是选择，也是一种频率的对齐。很多人会觉得错过小时候读书以及出国留学的机会，感觉很可惜。但我想讲一个更现实的角度，你花了将近1000万出国，学到的是一套已经被验证，但也已经被定价完成的知识。但市场不一样，市场是变动的，是循环的，而且大多数人其实看不懂。如果你没有看懂周期，你在市场里绕的弯路，很可能远远超过一笔留学的成本。华载周期的存在，就是让你用更短的时间看懂市场真正的运行规律，不是靠感觉，而是透过周期、结构以及共振，提前看见转折。当你真正看懂之后，你会发现市场的风险是可以提前避开的，市场的机会是可以提前布局的，这才是真正能改变人生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很单纯，把不同层次的理解分层传承下去，让真正准备好的人走更快，走更稳。如果你只是想看看市场，那看未来人的影片就够了。但如果你开始发现你想看懂未来，而不是追着行情跑，那你自然会知道你该往哪一个层次走。第一阶段，赞助出书研究群。如果你目前还是依赖消息、感觉或情绪在操作，那你最需要的是先建立市场不是随机的认知。研究群的核心在于帮助你理解市场其实有周期、有规律性，可以提前看到转折。这一层重点不是操作，而是看懂。一旦你看懂未来结构，自然间有许多机会呈现在你眼前。这也是支持出书与模型研究持续发展的基础群体。由于我们是合法合规的法人研究团队，因此不提供个股推荐，不进行带盘操作，也不提供期货与选择权的即时买卖点位。我们会透过天机图的方式，公开市场可能出现的重要时间结构与循环位置，提供给真正看得懂周期的人，作为未来市场研究与风险观察的参考。正如眼前这张天机图所示，每一波涨势的时空坐标早已精确标定。当白天鹅浮现，代表行情进入转折临界点，随之而来是急速拉升的能量释放。这正是我们去年针对2026年中华载周期大 A 波高位转折所做的预判。如今时间已来到转折临界点，精准对位之中。过去，许多人将未来人的分享视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今日，我以华载周期共振有限公司创办人的身份严肃声明，我们是一个具备专业素养与数据厚度的法人研究团队。我们追求的是对市场规律的绝对主宰，这是一场针对传统金融理论的降维打击。我设立法人的终极目标是让华载周期在未来10年成为市场的共通语言。当大众仍受困于对明日涨跌的焦虑与猜测时，我们早已在时间维度上装载了精准的卫星导航。关注未来人频道，你获得的从不是随机的预测，而是提前看见未来的历史。
第二阶段，白金级会员。当你开始觉察市场的节奏，下一步就是建立独立的判读实力。白金级会员对应的是市场周期研究中心的完整系统，在这里，你将正式进入华载周期循环结构的核心，从大 ABC 到小 ABC 的层层剖析，掌握股市短、长线的共振规律。我们不仅对位股市，更涵盖汇率、黄金、债券的跨市场对照，目标是让你不再只是听答案，而是具备亲自看见未来的能力。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能在2008金融海啸爆发前就提前预警市场风险，甚至精准推估8月15日附近将成为全球股市主跌段的关键起点？又为什么我能在2022年的第一支影片中提前指出当年度市场高低点的重要转折区？甚至早在2007年出版的金融预言书里，我就已经开始推演，美元指数将在2013年进入长期多头循环，而黄金则将步入空头市场。当时，连寿险公司负责金融投资的高阶主管都曾主动想与我深入交流，亲自约我吃饭讨论市场周期。这些答案未来都会在完整的系统教学中逐步揭晓。你不需要担心自己是否具备天赋，因为真正高层次的规律往往被浓缩成一张图、一句话，甚至一个关键转折。我只要把关键密码传送给你，你在那一瞬间就能看懂。很多事情不是学不会，而是过去从来没有人用对的方法带你看懂。我始终相信，真正的核心不在于艰深，在于是否有人能把复杂的市场转化成可以理解的结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长期研究的会员最后都能慢慢体会到华载周期背后真正的逻辑。你唯一真正需要准备的不是资质，而是当你第一次看清市场未来坐标时，那种强烈到难以入眠的震撼感。因为那份兴奋与热情，正是我在20多岁时投入多年时间研究周期、建立这套系统时最原始也最纯粹的动力。第三阶段，钻石级会员，对应的是整套系统最核心的部分，包含黄金比例、结构共振以及多维度交叉判读。这不只是学习，而是进入核心研究层。未来具备能力的成员，不只是理解市场，甚至可以参与模型优化与系统延续。在此阶段，你可以精准对位股市黑天鹅行情，深知股市大涨与大跌是有循环规律的。例如，想真正看懂华载周期循环图，首先你必须先理解华载数列，因为华载数列某种程度上就是整套周期系统的核心起点。它不只是单纯的数字排列，而是一种市场时间与黄金比例之间的节奏结构。从1、7、8到15、23、38、61，你会发现许多重大行情与黑天鹅转折，往往都会在这些时间节点附近产生共振。这也是为什么华载周期并不只是看价格，而是同时观察时间、结构与资金节奏。当你开始理解华载数列，你会慢慢发现，市场很多大方向其实早已藏在时间循环里。股市长期的多空循环与黄金比例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以过去40年的市场结构来看，多头行情平均上涨约24个月，而之后的修正阶段平均约15个月。当你把24与15两者相除时，会发现它们非常接近0.618与1.618的黄金比例关系。这代表什么？代表市场的涨跌节奏并非完全随机，而是存在某种深层的时间秩序。更有趣的是，当我们再把24个月与15个月进一步拆解，会发现市场内部还存在更细致的循环节奏。例如，大约每隔5个月左右，市场就容易出现一次低点转折。也因此，当你开始理解这些时间比例，你会慢慢看懂什么位置容易成为多头起涨点，什么阶段可能接近空头尾声，哪些时间区间市场波动会开始放大。而这一切背后其实都与黄金比例有关，因为黄金比例本来就不只存在于金融市场，它同时存在于自然、建筑、音乐，甚至人体结构之中。以上所谈的属于华载数列与黄金比例的进阶研究内容。如果你认同黄金比例不只是数学，而是一种隐藏在市场背后的时间秩序，如果你相信黄金数列不只是结构，更可能是一种理解未来节奏的方法，那么你或许适合进一步接触钻石级的核心研究架构。因为华载周期并不是单纯的技术分析，而是一套能长期理解市场循环的方法。这20年来，一直有许多人持续支持我出版金融预言书，也陪伴这套系统不断修正、验证与演化。而未来，部分长期参与研究、真正理解这套模型的人，
也将有机会逐步进入更核心的研究层。因为我真正想建立的，并不是一般的会员制度，而是一套能够持续研究、持续验证，甚至在未来长期传承下去的市场研究系统。当行情来到图表中的加时区间时，代表市场已逐步接近大 A 波的高位转折区。这个阶段往往也是市场情绪最乐观、风险开始累积的时刻。当进一步推进至加15附近，时间大约落在9月底前后，市场将有机会进入大 B 波的低位转折区。对长线偏多、持续关注科技股的人而言，这里反而是下一轮布局的重要观察点。接着，当明年循环推进至加20阶段时，金融与全指主流股的强势喷出很可能正式展开，市场将进入最后一段加速冲刺。随着电子金融双双大涨，时间周期同步进入高位共振区后，大 C 波高位转折，白天鹅行情也将逐步逼近。极端情况下，市场甚至可能推进至加25的极限区间。若配合10年周期推演，时间大约会落在2027年7月前后。随后，市场仍可能再拉出最后一波高点，形成2027年8到10月之间的陌生段，而那个阶段也将可能是全球股市黑天鹅行情真正开始酝酿的关键时区。这一切并不是等事件发生后才回头解释，而是透过时间、结构与共振的提前推演，事先进行观察与布局。当你看到这里，其实你已经开始理解一件事：2027年将会是全球股市的重要高位转折年代。你会明白，黑天鹅并非不可预测，只是大多数人没有看懂周期。正确的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所处的认知层次，往往决定了最终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未来真正的竞争，未必只是产业、资讯或工具的竞争，更核心的其实是理解市场的能力。大多数人仍停留在单一维度的分析之中，只看技术指标，只看价格涨跌，只关注短线讯号。这样的视角就像一只贴在地面上的二维蚂蚁，只能看见眼前局部的方向，却无法理解整体结构。而华载周期所建立的，则是一套4维以上的财经共振模型。它试图把不同系统整合进同一个时间框架之中，包括康波的时间周期、干式的几何比例结构、艾略特的波浪节奏，以及李佛摩的主流资金轮动。当时间、结构与资金节奏在特定区间开始重叠时，市场的波动往往就会被同步放大。这并不是为了预测每一次涨跌，而是让你在真正关键的转折点看懂市场正在发生什么，并做出更有依据、更高维度的判断。所以，这不只是技巧上的差异，而是理解层次上的差异。因此，当你开始站在更高维度看市场，你看到的将会是整个市场背后正在运行的结构与节奏。你想成为一只贴在地面爬行，永远只能看见眼前迷雾的蚂蚁，还是选择跟随未来人的视角，站上更高的位置，看见股市真正完整的结构？选择权始终都在你手上。一旦你真正洞彻华载数列与华载周期循环图的核心逻辑，你的市场思维将获得根本性的蜕变。在你眼中，数字将不再只是肤浅的涨跌，而是转化为市场背后运行的深刻节奏与时空结构。接下来，选择权掌握在你手中，是继续站在外围被动观察，还是主动深入华载周期的核心架构，夺回提前洞穿下一轮转折的主导权？因为跨世纪的大行情永远只偏爱那极少数能提前解读周期的人。2006年，我出版了第一本金融预言书。20年后的2026年，我正式设立华载周期共振有限公司。这20年的跨度不仅验证了我的系统，更预示着眼前市场即将发生的超级时空共振。这套规律正等待着与你共鸣。影片最后，我会亲自回应大家的留言。当你第一次看懂华载周期时，最让你震撼的是哪一个部分？ A. 市场真的存在时间循环。 B. 黑天鹅行情其实能提前观察。 C. 大 ABC 与小 ABC 波竟然能看懂市场阶段。 D. 黄金比例与市场结构真的会产生共振。原来市场真正的核心其实是时间。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答案，我会选择前30位观众亲自阅读并回应。而下一支影片，我也将正式公开为什么2027年会成为白天鹅与黑天鹅同时进入高共振的一年。当时间、结构与资金开始对齐时，市场真正的大转折或许早已悄悄开始。